城市里笑傲，冷月光。一座之天作笔号，这一生如薄墨纸上，轻轻跌宕。黄梅冷对锋芒剑，阴雨刀光，海畔春心般村庄，人下玄黄海无涯，暗涌无数惊涛。千秋之堂转身，青春作颜料，风雪爬上鬓角，白纸也不拿，无言里藏不灭的光。一身傲骨，不惧风霜，笑对荆棘，结网做孤狼。生来就独来独往，傲骨不改分毫，征程上车云霄看始终，一颗心为你滚烫。您不是说我姐今天就醒了吗？她怎么还没醒啊？你姐本身精神力量就弱，再受到惊吓，精神力量四散，所以昏倒。我已经给她吃了聚神丹，输入了一些内力，后面就靠她自己的精神凝聚才能苏醒。那现在就干等着呀。有没有什么办法帮她凝聚精神力？只能靠自己的能力去突破。靠外力只能起到辅助的作用，根本达不到境界。来，睡。太好了，姐你终于醒了。既然醒了，那你就留下来陪着你姐。我去找秋白，问一下血炼神兵和雪鹰的消息。多谢司空观主。姐，姑奶奶，你躺下嘛。雪鹰哥哥呢？他在哪儿？雪鹰，雪鹰哥哥怎么了？他出什么事儿了？他坠入黑风崖了，几名长老都没能救回他，恐怕……这不可能！姐，你冷静点，你身子还没好呢。我要去找雪鹰哥哥，我要去救。不是，那么多长老都没有救回他，你又能怎么样啊？那我们得赶紧想办法，不然雪鹰哥哥他会出事的。我要去找他。姐，你先躺下，你自己身子还没好呢。来，躺下啊，赶快躺下。师傅，你说什么？我哥坠入了黑风崖。青石，是真的吗？别着急，听我说。魔族攻打海神宫，欲以正派，同归于尽。雪鹰为了保护大家，和魔族将领向庞云一同坠入了黑风崖。青石，你先别着急。我怎能不急？我要去黑风崖下找我哥，我要杀了这帮恶魔。青石，师傅，我先去看看他。你放心，我一定会保护好青石的。好。青石，青石，你冷静点！你拦住我！舒儿，你没事吧？对不起，我不是故意的。我没事，我就是担心你。我哥的
若，我就只有你了。秋白，不管以后发生什么，不管你想做什么，我跟云雾城都会支持你的。你也是我最亲的人，就算以后我不在了，云雾城也是你最坚实的后盾。静秋，尝尝这个，小时候我最喜欢吃这个，特别是刚蒸出来的时候，咬一口都能粘牙。不用，哥，你尝尝。你自己多吃点。切，没劲，好吃好喝的不知道享受，就知道查。九品兵器坊，这是沂水城最大的兵器坊之一，我们进去看看。哎，这位姑娘，您需要什么样的兵器？随便看看。有血炼神兵卖吗？哎呀，这个本店还真受不起。我们有钱，只要你肯卖，多少钱我们都买。不是钱不钱的事儿，血炼神兵极其难炼制，再加上原材料本就罕有，莫说本店，整个龙山国也找不出几家有能力炼制的。哎呀，三位稀客里面请。哎，若是没认错的话，各位应该是优越的同学吧？好说好说，今日但凡看到喜欢的兵器，我家某人都给您算最便宜的价格啊，随便选随便选。你们这儿有血炼神兵吗？什么血炼神兵？啊，不知三位少侠寻着血炼神兵，所为何用啊？我们是长风学院派。那血炼神兵，当然是自己用了。哦，自己用。这血炼神兵啊，威力巨大，且杀气太重了。诸位毕竟年纪尚轻，功力尚浅，贸然使用，一旦伤了自己人，那就不好了呀。多劳掌柜担心，我们是替司空阳观主来询问一二，最近他正在研究这些。哦呦，原来如此啊！只不过这血炼神兵如今已被视为禁物，江湖之上已经没有人敢做交易了。啊，就说我们孔家兵器坊，那可是全城最大的老字号了。唯独这血炼神兵啊，确实是没有的卖，所以要让三位少侠败兴而归了。唉，有劳了。不客气，不客气。哥，走吧。啊，那诸位少侠慢走啊！再来呀！司空阳以法术见长，甚少研究血炼神兵。那些炼金武器，方才他们的话欲言又止，明显是要隐藏什么。难道是他们长风学院开始查了？这几乎所有的兵器坊我们都问过了，没有一家有血炼神兵的线索。静秋，你不要灰心，只要我们不放弃，就一定可以找到线索。哎，客官，本店有上好的红烧狮子头，要不要进来尝尝？这都查了一天了，我们一顿饭都没吃，要不然去吃点。我没胃口。哎，静秋，别呀！你看这天都快黑了，也没办法继续查了，是不是？不如我们先休息休息，养足精神，明天再继续。也是，不如我们去吃点东西，恢复一下体力，再去查。要吃你们自己吃吧，我再去找找线索。海神都
被恶魔直接攻破。那些恶魔个个是力大无比呀！海神宫的弟子在他们面前，那就是老鹰叼小鸡儿。嘴上说不急，跑得比我还快。平日啊，就藏在我们中间，哎，就像你一样。那平常的根本看不出来有任何不同。就在大战海神宫的最后一刻，他突然就现出了恶魔真身。这老头就知道胡说八道，说的好像跟他亲眼目睹似的。我还杀了俩恶魔，看着净瞎扯。胸膛啊，长出了坚硬的皮毛，从脖子开始到手臂到手指，都变成了鳞甲。这时候，有一位少年奋不顾身地冲向向庞云，将他拖住。这位英武盖世的少年就是东伯雪鹰。大家都还记得，当初他孤身闯入毁灭山脉，完成龙山楼的任务，得到黑铁令的英勇事迹吧？东伯雪鹰乃是我龙山国的真英雄，年少有为，勇敢无畏。照他这种天才的能力，成为超凡生命根本不在话下。可惜呀，天妒英才，他被向庞云是活生生的拖到了黑风崖下。一切少年英雄就这样英年殒命。雪鹰，我知道你一定还活着。没想到他在大家口中居然也这样威风。老头，你就知道胡说八道，这活着的才是英雄，死了的都是废物，懂不懂？死不容。你怎么说话？谁呀？胡说八道吧！什么意思？不说呀！啊！那你呢？你整天就关心吃，难怪功夫没有一点长进。你说谁不长进？我们都和恶魔打过，就东波雪鹰打不过还逞能。你先管好你自己吧，你有什么资格说雪鹰？死不容！每天吃饱了就知道胡说八道，跟雪鹰和静秋道歉。对不起。静秋，雪鹰，你还在。哥，你干嘛非要我给他道歉啊？这于静秋为了东伯雪鹰都快对我动手了，我不过就是说了东伯雪鹰被恶魔给打死了嘛，他干嘛那么生气？这个东伯雪鹰有什么好的？人都没了，还有人替他说话呢。你干嘛去啊？以后吃饱了就早点睡。人啊，一睡觉就不会再想说话了。我出去溜溜。
静秋，雪鹰，我们一起入长风。老师偏爱你，给你单独开小灶，给你连夜进生修。同学们偏爱你，他们觉得你是长风学院的英雄，拿一颗真心与你成为此生挚友。如今，你坠入了黑风崖，成为了人们心中永垂不朽的大英雄。如果当时掉下黑风崖的人是我的话，估计也没什么人会记得吧。而我这一生，是不是都超不过你了？怎么样，有结果吗？我们都已经查遍了，可是沂水城大大小小的兵器店都没有血炼神兵。血炼神兵的炼制方法极为特殊，一般的炼金作坊都没有办法炼制。若是沂水城的兵器店都做不到的话，其他地方……好了，你们也累了，早点回去休息吧。是。静秋，雪莹呢？啊，雪鹰呢？我问你，雪鹰呢？他是不是真的掉下黑风崖了？你嚷嚷什么？是他自己掉下去的，又不是我们推下去的，我们也很难过。是恶魔用了血炼神兵，大幅提高攻击力，雪鹰才。总之，我们会按照血炼神兵这条线，不断查下去，早日替雪鹰报仇。血炼神兵卖给了谁，跟我没关系。雪鹰为了保护我们，他跟恶魔拼命，他命都不要了。你们几个一点事儿没有，还好意思回来？你干什么，濮阳波？我们该查的都查了，所有的兵器店都没有血炼神兵。你以为恶魔跟你一样，就知道大吼大叫，大吼大叫就有线索了吗？那你就接着查呀，你接着查呀，查呀！雪鹰，但说好了大家一起回来的吗？为什么我们都回来了，他自己没回来啊？怎么回事？濮阳波这么怂包的人都发飙了，还不是因为东伯雪鹰，他掉下了黑风崖，估计是活不成了。他们不是去找恶魔的线索去了吗？看来也没找到什么。平时不是挺有能耐的吗？现在是不敢了还是不行了？挺住，站稳！我不想再练了，继续练，基本功都练不好。我们私家可没有武功这么废的人。
练了这么久，狂风刃的功夫还是这么一般般。谁说我不行？谁说我查不到？不是弱者，不是。司徒，干什么？你不去救东伯雪鹰，在这儿耍什么威风？我当然会继续查下去，但你们要接着嚼舌根的话，我就撕烂你们的嘴。你别看了，教训还不够是吗？散了，散了。姐，你没事吧？没事没事。你这是要去哪儿啊？我要去救雪鹰哥哥。救？怎么救？难道你也要跳下黑风崖？不要我和爹了？我……得，你先坐啊！哎呀啊！那这个你还留着？当然了。还记得小时候，每次爹回来，都会带着海螺和贝壳，你总是让我先挑。我挑走一个最大的海螺，你也不生气，剩下的贝壳你就都拿走了。你总是跟我说，不要为了一个大海螺而去放弃整片贝壳。所以这一次，你也不要因为这个海螺而去放弃其他的贝壳，好吗？可是，雪鹰哥哥，他才不是海螺呢。他是我独一无二的贝壳。所以凡人修炼靠自身，只能不断精进武功。若想真正成为超凡，需要调动天地之力。所以，成为超凡的真正目标又是什么？谁来回答一下？让濮阳波先回答。他不是要找超凡做老婆吗？别找错喽。濮阳波，你说说看。将斗气超凡化，进而实现身体超凡化，成为超凡生命。不错，虽然你现在还有一定差距，但是来到我们长风学院修炼的，都想好好练了，都有机会成为超凡。他还想成为超凡？只要你们这个不好说，肯定是因为雪鹰的事情让他受了刺激。这人一受到刺激，什么事都干得出来。提升武功当中的对战能力，也是你们成为超凡的必经之路。接下来，你们寻找跟自己实力相近的学员进行对练，2两一组，逐队挑战。静秋，我可以给你切磋一下吗？静秋，这才叫天生一对嘛，郎才女貌。对不起，我昨天没睡好，身体不太舒服。谭师傅，我课下再找时间练吧。要紧吗？修炼最重要的是身体情况，要根据自身素质量力而行。哎，怎么回事？看来于静秋不想跟司徒红练啊。我看也是。他向来都是和雪鹰对练，他们一组才是最好的。雪鹰，你不在，我就去找你。不管你是死是活，我都要找到你。师傅，
怎么了？弟子有一件事，想恳求师父同意。说。这几日我们走遍了龙山国的大小兵器库，可是一无所获，弟子十分愧疚。这不怪你们。可是只要有血炼神兵这样的铁证在，我们就一定能查出其他的线索。所以，弟子恳求师父，能否把血炼神兵的碎片给予我一片？我一定好好侦查，相信一定会有新的发现。不可。血炼神兵不同于其他炼境武器，伤害力极大。若在弟子们中间引起骚乱，那就麻烦了。这点还是请师父放心，弟子一定保密。我一定要找出龙山国究竟是谁与魔族勾结，早日为雪鹰报仇。雪鹰，那你千万要小心。一定要保护好自己。谢师父，弟子告辞。哥，哥，这么晚你干嘛去了？又出去了？我刚才听院子里有些动静，便出去看一看。什么动静？你不会以为恶魔来了吧？哥，这可是长风学院，安全得很。做人还是应该谨慎一些。你就是想太多了，想太多了呢，就容易睡不着。我先睡了啊，哥。早点休息。嗯。让向庞云失手的那个人叫什么？东伯雪鹰，他已经被拉下黑风崖，活不成了。长风学院的学生竟然和我们的魔族将军决一死战！向庞云死得太可惜了，毕竟他潜藏了这么久。但是我没想到的是，东伯雪鹰这个下族凡人，竟然有如此不可思议的力量。原以为池秋白就是龙山国最强的身躯了，这个雪鹰看来似乎也不错。不过可惜呀，继续盯好池秋白。属下明白。主人，这一次成功拿到珍稀原石，已经可以放心的攻打神魔境了。不过什么？上次的魔人事件一出，南秦的守备一定会更加严密。不过请主人放心，我一定安排好一切。好，不着急。第一，南秦的那个神魔井靠不住，我们黑暗深渊中的将军们正在加紧寻找新的大井处，这个先不要让别人知道。是。海神宫一战，深渊恶魔已尽数被杀。虽然原石已经就位，但是如果没有超强的力量加成，这些原石就跟废石头一样，根本起不了作用。眼下最要紧的是集结人手，等找到新的大井之处，才能集合原石的物力和超强的人力，一举打通神魔境。大井运关，付出的时间马上就要到了。主人必将成为龙山国的主宰者。现在我们的三祭司也该启用了。是。你要和大祭司好好配合。虽然他不是来自我们黑暗深渊，但我们现在身处下族这块土地上，需要更多这样下族的人为我们服务。属下明白。属下一定让他们为我魔族所用。要吸取上次魔人的教训，人手不够，力量不足，又是白忙一场。主人，我们之前集结的力量，在之前云雾和海神宫的战斗之中几乎丧失殆尽。现在我们需要新的力量。
需要你和二祭司好好配合。眼下，我们很难再从黑暗深渊中调集人手了。依我看，长风学院的弟子都不错，不如把他们抓来进行魔化，成为我们的黑甲战士，为我们所用。只要二祭司能把人带来，剩下的事情就交给我。去好好看看，掌握他们的作息和出行规律。就是啊，对不起，我没有保护好你哥哥。秦氏，你放心，我们一定会替你哥报仇的。魔族，谢谢你们，我先告辞了。十儿，这位是？你好，我叫姬荣，我也是白云池大师的徒弟。姬荣姑娘，你们怎么回来了？十儿，出什么事了？出什么事了？说呀！你说呀！宗叔，东三叔，哥哥的侄儿黑凤牙死了。喏，这是你哥哥摔破了的衣服，我帮你缝好了。谢谢你。客气什么？只要能让你好受一点就行。我努力。你可别误会啊，我说的可不是让你勉强自己的。我知道失去亲人的痛苦，可是事情已经发生了，就只能坚强面对了，不是吗？以前哥哥在的时候，他总是什么都不让我做。每一次遇到危险，他也是挡在我前面。
他以为我不懂，但其实我心里什么都懂。现如今他不在了，真的只剩我一个人面对这个世界。我的心里还真有点发怵。怕什么？你还有童三叔、纵灵叔，整个雪鹰岭都是你坚强的后盾。再说，你还有我啊，我会一直陪着你的。你说的对，季荣，我要振作起来，我一定要振作起来。是不是经常梦到玉京秋啊？第一次。那这不算第一次。为什么不是第一次？这不是梦。当然了，还活着，我们还在一起。那你怎么进来的？你受伤了吗？你说我们这么吊着聊天，合适吗？走。他们都说你掉下黑风崖谷底必死无疑，但我相信，你不会那么轻易的就死掉。我在藏宝阁查到，借助莲花神斩可以抵御气流。黑风崖气流强劲，万丈难测，坠入者九死一生。莲花神斩遇飓风，可变成莲花状散开，对冲气流。
然后我们就……我饿了。刚好我也饿了，想吃什么？这里有什么好吃的吗？又让鱼给跑了。哎，那边还有。好。哎呀，又没抓到。那边。嘘。嘿。真棒。揽入君子一世寒窗，昔日延缓少年儿郎，前尘一指流光，云何念念不忘？一盘棋，一壶酒，一声长。煮酒论茶，眉目疏朗。云深不知问心可放，梦里煮酒论茶，千山外不见故乡。旧城里陈年世界怅望。望将月光点亮烛光，不言锋芒，叹人间不忘。俗世偏爱尘之无常，且行从容，叹苦人无恙。记忆中描摹你的目光，暮雪雪绿拂袖落满霜。风过初山河安康，愿与君共赏。望将星光藏尽时光，不与相忘，天涯也无妨。俗人偏爱贪欢，寒长渐行渐远，杯酒添诗行。记忆中描摹你的目光，暮雪几缕拂袖落满霜。风过初山河安康，愿与君。